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我们解读一项颠覆性的导航成果，来自荷兰和德国高校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发表了 BNav 仿生导航技术。它受蜜蜂学习飞行机制的启发，能让微型无人机仅依靠 KB 级内存就能实现高精度导航与安全归巢，解决了微型机器人的续航和算力瓶颈。这项技术在核心指标上表现惊人，内存占用仅需 3.4 到 42.3千字节，比传统方法缩小了约3个数量级。在带风干扰的户外无人机能飞越600米，训练数据仅占飞行区域的极小比例。在多项复杂测试中，它取得了100%的归巢成功率，最终精准着陆误差小于 0.5 米。这彻底打破了传统导航对高精度地图的依赖。传统导航面临无法调和的物理困境。传统的视觉 SLAM 依赖庞大的 3D 点云，这会消耗数百兆甚至数级字节的内存，且需要搭载沉重的高端计算硬件。但微型无人机载荷和电量都极其受限。此前的微型导航芯片消耗500 KB 内存，也仅能在4乘5米的区域活动。算力与体型的致命博弈严重限制了微型机器人的应用。大自然中的蜜蜂给出了优雅的解法。蜜蜂不见 3D 地图也能从数公里外回家。它们依赖2大核心机制的精妙协同，一是路径积分，利用飞行方向和距离估算当前位置，但这就像计步器，误差会随距离不断累积。二是视图记忆，也就是记住家周围的视觉地标，当靠近家时，用视觉记忆消除累积误差并精准归巢。这为微型导航提供了全新路径。BNav 完美复刻了这一理念。它彻底抛弃了全局见图，起飞前仅在基地进行短暂的学习飞行，由此建立以学习归巢区，也就是 LHA。期间，系统以有误差的路径积分作为标签，在线训练一个超小型神经网络。返航时一旦落入 LHA 范围内，神经网络便接管控制，直接将环境图像转化为回家向量，瞬间清零所有累积误差。算法的载体是专门研发的 B-Drone。它采用数枚派相机与折反射镜头，以此实现360度全向无死角感知。计算大脑仅为一块普通的数枚派4，即可流畅运行神经网络推理和在线学习。底层飞控采用 Pixhawk 6C Mini， 硬件上完全抛弃了笨重的 GPS， 改用激光测高仪与光流传感器估算运动，这实现了极其硬核的轻量化设计。一次完整的飞行使命分为4个阶段。首先是基地起飞的学习飞行阶段，在线训练网络并划定 LHA 归巢区。接着是探索远航阶段，无 GPS 只靠光流和陀螺仪计步飞向远方。然后是盲飞返航阶段，因误差累积，此时预估的落点已经偏离真实的家。最后是视觉精准归巢阶段，只要落入 LHA 范围，就会激活网络记忆，修正物理漂移，实现半米级精准着陆。学习飞行阶段的轨迹设计暗藏玄机，团队放弃了易产生死角的传统螺旋线，转而复刻了黄蜂的折返飞行模式。跨越中轴线时，系统会自动反转横坐标，形成向外扩展的来回环路，这能避免神经网络学到虚假的单向线索，确保任何角度都能获得均匀的图像样本。整个过程仅需几十秒，只需采集约150张照片，即可让 AI 大脑瞬间完成初始化。系统设计了2种极轻量化的神经网络，紧凑型网络仅占用 3.4 KB 内存，它仅有868个参数，由4层卷积和1层全连接构成，主要用于室内和特征丰富的常规户外。注意力网络则占用 42.3 KB 内存，它拥有10820个参数，通过空间注意力机制聚焦远处地标，这让极低算力的微型硬件也能流畅推理。为配合这些轻量网络，系统需对全向图像进行预处理。首先通过眼膜剔除，切除无用的黑边，接着利用极坐标展开将环形图解卷轴，由此展平成3×192×1800像素的全景图。最后进行机身对齐，根据当前航向自动旋转图像，这保证了输入具有航向不变性，防止机身转动时迷失方向。有了标准的输入后，系统在机载 CPU 上进行自监督在线训练。系统直接将航位推算的回家向量作为图像标签，通过虚拟旋转机制，在内存中水平平移全景图像素，
无需实际乱飞就能瞬间脑补出360个朝向的视角，再配合亮度和对比度的随机调整，完成高效的数据增强。这时网络在无人工标注和光照聚变下，也能实现高效的自我进化。在复杂虚拟森林中，该导航策略接受了极端测试。在预先学习的归巢区半径内，无论从何处起飞，归巢成功率均达到100%。即便将其扔到超出学习区 2.5 倍半径的陌生区域，无人机依然能成功归巢。从测试折线图来看，其性能显著优于传统单图快照法以及高内存占用的完美记忆法，这证明了算法具有极强的泛化与容错能力。在真实的无 GPS 旷野中，系统在返航时面临严重的物理漂移。由于缺乏 GPS 辅助，机体只能靠光流和陀螺仪导航，导致误差随距离不断累积。典型数据显示，飞行100米后，位置漂移可达近1米，航向偏离也会超过5度，这使盲飞返航的终点偏离了家。但只要落点仍在归巢区辐射范围内，系统就能在接下来的阶段精准修正。当无人机进入归巢区后，视觉精准归巢机制正式启动。由神经网络接管控制，彻底抹除物理漂移。系统通过感知、推理与行动进行闭环控制。无人机每前进一步，都会拍摄全景图，推断出家的方向和距离。它采取远距大步幅、近距精细微调的运动策略。即便面对未预料的遮挡或光照巨变，网络仍能提取深层特征，将无人机如同磁吸般拉回起点。这套归巢策略在真实室内测试中得到了印证。在10×10米有立柱遮挡的测试场地中，系统经历了48次全流程独立盲测，最终实现了100%的归巢成功率，且着陆误差均保持在 0.5 米范围内。在此期间，无论是采用机载实时还是离线训练，也无论使用 3.4 KB 的极简网络还是 42.3 KB 的注意力网络，系统均实现了完美通关。随后，测试场景升级为更具挑战的大型工厂。在30×40米的测试区域中，单一的地面纹理使底部光流传感器产生严重漂移，但在视觉归巢阶段，神经网络直接无视了地面，转而依靠墙壁边缘、远方门柱等稀疏的远景地标。即便在30到110米的长距离飞行后，归巢成功率依然保持100%，这验证了系统克服局部传感器失效的能力。随后，算法在更严酷的户外旷野中接受了终极生存战。在400×500米的极度开阔场地中，直射阳光使近景地标近乎消失，同时机体还面临每秒超5米、阵风超10米的强风吹袭。在200到600米的长距离飞行中，系统在低风速下取得了80%的成功率，即便在狂风极限下，也硬核保持了50%的归巢率。这展现了极强的环境韧性。之所以能对抗强风，是因为系统设计了双重图像修正机制。狂风会迫使无人机倾斜高达30度飞行，导致全景图像严重波状变形。为此，机制 A 会自动侦测地平线，在代码层将扭曲图像瞬间压平；而在无地平线环境，则启动机制 B， 直接读取机载 IMU 的横滚与俯仰角，数学逆修正全景图的展开中心点。这确保了神经网络眼中的世界永远4平8稳。从整体技术形态来看， BNav 相比传统 SLAM 实现了降维打击。它摒弃了传统数百兆的 3D 点云，转而采用 3.4 到 42.3 KB 的隐式网络记忆，这使内存消耗缩小了10000倍。算力平台也从昂贵的 GPU 降至普通的微型单板机。对于累积误差，系统无需高算力的全局闭环检测，一旦进入归巢区，便可直接通过视觉清零。这使高精度自主导航首次能装入几十克的微型机器人。为什么 KB 级内存能支持长距离导航？这源于一个核心规律，即面积悖论。归巢区的面积占比完全取决于路径积分的精度。在传感器粗糙的实验中，归巢区仅需占总区域 of 3.84%， 就足以兜底 99% 的返航落点。若未来配备电子指南针或天空偏振光定位，该比例将急剧缩小至 0.24%。极小所需面积是网络压缩到 KB 级的物理保证。这一物理机制的证明带来了机器人学与生物学的双向革命。在机器人学上，它打破了自主导航的重量与算力壁垒，使轻量级机器人能够自动回岗充电，为未来农业温室的无缝集群奠定了基石。
在生物学上，它验证了昆虫视觉归巢机制，证明了利用有误差的路径积分进行自监督学习，足以形成精准视觉记忆。这为研究昆虫的认知地图打开了全新大门。展望未来，这项仿生导航技术将进一步演进。首先是多锚点跳跃，使机器人能够记忆多个兴趣点，并在其间自由穿梭。其次是动态扩容，使网络能根据环境复杂度自适应扩大。最后是输出置信度，让机器人能在彻底迷失前主动调整策略。大自然数百万年进化的奥秘正被这些极简的代码唤醒。致敬自然，致敬科研。